老公，换个姿势。姐妹们，快看我调教出来的外地男人，就是听话，还任劳任怨。琼琼是真能耐，好叫人羡慕啊！我要是跟琼琼一样掌握了御夫本领，哪还用得着起早贪黑啊？老公，加油啊！早餐就一碗面条啊！姐夫，你这也太简单了吧！今天可是过年呀！是啊，今天中午菜有点多，我一个人忙不过来。这样，你来帮我，咱们俩一起能快点。怎么可能呢？我是男人，哪有男人进厨房的道理啊？好气！妈，你干什么啊？吓我一跳！吓你！我还想骗你呢！你看你个大男人啊，成天窝在厨房里炒菜做饭，你还有点什么本事？你没听见外面闲言碎语吗？你不觉得臊得慌吗？你不要脸，我还要脸呢！瞅瞅你的窝囊样！不是妈，这个家除了我之外，还有第二个人愿意进厨房吗？我一个人在这烟熏火燎的忙活了大半天，也没见谁进来给我帮忙啊！你还怨上我了？咋了？你还有脾气了啊？你要但凡像吴明有半点本事啊，多少也能混个车间组长当的，也不至于被人背后戳你脊梁骨。你真是个窝囊废啊你！我是个我，做你的饭吧，看见就烦。啊这。爸爸，哎呦，我的大孙子，姑父该不会把口水吐进锅里了吧？那有多恶心啊！赖我，你故意的是吧？要是让我知道你把口水吐锅里，我撕烂你的嘴！爸爸，我来帮你吧。啊，你自己出去玩，爸爸一个人可以。不，我就要帮爸爸做饭。真乖。那你帮爸爸洗菜好不好？嗯，洗葱好不好？好。总算可以回家过年了。什么？董事长和夫人要去吴家村吴明家？快，备车去吴家村！什么？崔厂长要来我们家？你没搞错吧？还不是我哥帮你走了关系。啥意思啊？年后上班你就不是女组长了，而是车间主任。这不，崔厂长亲自来贺喜了。真的？哎呦，媳妇儿，我要当主任了。来，儿子，叫吴主任。主任，吴主任，大主任。好，来，哎呦，还是我儿子有本事！来，我们庆祝一下，庆祝我们的吴主任。哎，
小俊，小孩子不能这么没礼貌，快把枪放下来。不放，我就不放，这是我的宝座。你不是已经有一个？够了！刘牧，你当姑父的跟孩子抢什么位置啊？你就不能懂点事儿吗？怎么了？非得坐那个位置？没别的地方坐？爸爸，坐这里。爸爸，你也吃。怎么了？好了，快喝饮料。刘牧，你怎么回事？做个虾放那么多辣子，你不知道小孩子不能吃辣吗？没有啊，孩子吃的菜我怎么可能放辣椒啊？你没放，那怎么我宝贝孙子辣成这样？谁不知道他一个外地人喜欢吃辣？你说大人吃的菜也就算了，小孩子吃的菜，你怎么也只顾自己的口味啊？我真没放辣椒，妈，要不你尝一个？你给我闭嘴！你的意思是我们小军在说谎啊？外婆，真的没有辣椒，我刚才吃了，一点都不辣，可能是舅妈筷子上沾了一点辣椒吧。这小丫头片子，有你说话的份儿，还吃虾？你有什么资格吃虾？小军，哎，吃个排骨，来，还有鱼。也不知道我们家安安啊，现在长多高了。等下就见到了，看你心急的。你难道就不急吗？也不知道是谁呀，一天拿着儿子和孙女的照片啊，偷偷的抹眼泪呢。当初我一心想让儿子继承家业，从没有考虑过他只想平平淡淡过一生的想法，以至于他多年都不回家。老婆，以后咱们都不逼他了。吃，就知道吃。妈，我忙活一整天了，还不能吃口饭了吗？安安也跟着在厨房帮忙，吃个虾也不行是吗？呀，你还委屈上了是吧？要想不招人烦，简单呐，跟你弟弟好好学学。向他学？咋了？我儿子还不能给你当榜样了？无名啊，已经当上车间主任了。啊？无名升车间主任了？当然了。崔厂长会亲自过来给我送任命书。别说车间主任了，就是一个小组长，姐夫，你拼了命也够不到啊，还瞧不上我们家无名。刘牧，你是该跟无名好好学学了。行。哎呀，青青，你嫁到我们家这么多年，委屈你了啊！这个呀，是妈给你的红包。谢谢妈。哎，我大孙子，这个是奶奶给你的红包，你的拿着。爷爷奶奶新年快乐！爷爷奶奶，哎呦，这看我的大孙子多懂礼貌呀，哪像你们这女儿，一点教养。安安刚刚在跟你说呀。说什么说？说的那么小声，谁能听得见？妈妈，这么多钱，2000耶！爸，今年怎么这么大方啊？往年都是1000，今年给2000啊！1000？安安每年收的都是100啊。爷爷今年高兴，拿着吧啊，都拿着吧。爸妈，这红包是不是拿错了？没有呀，3个红包都是你妈早上装的，她还特地给我说最下面那个是安安的。小俊是男孩，多给点是应该的。安安一个女孩，要那么多钱有什么用啊？老婆子，你这做的什么事儿？3个红包还装的一个多一个少。妈，小俊是你孙子，安安也是你外孙女啊，你怎么还区别对待呢？差不多就行了啊！我一个老太婆，没问你要钱就不错了，你还有脸跟我提钱呢？妈，我在乎的不是钱多还是钱少的问题，我只是觉得你应该公平对待吧。2个都是你孙子，你一个给2000，一个给100，你这让安安怎么想啊？再说了，我们放假回来就给了你1万块钱了，你怎么能说我们不给你钱呢？给那1万块钱了不起啊？那是你应该给我的，
我儿子儿媳妇儿今年可是给我买了300多块钱的衣服，你说说你，这么多年了，我见你一样东西了？妈，这话就是你的不对了吧？我俩刚结婚的时候，我也是给你买东西，是你总觉得这个也不喜欢，那个也用不着的。那后来我们年年都给你给现钱，这1万块钱说多不多，说少也不少了吧？那都是我们辛苦的孩子，1万块钱能买多少衣服了？怎么就是我不给你买了呢？呀，把你说的还委屈的不行了啊！说白了，你但凡要是跟你弟弟多学学，你就知道我喜欢什么。你现在直接甩钱给我，要是不尊重我，这又是什么歪理？合着我在这个家做什么都不对是吗？咋了？你还想走啊？你走啊！谁敢迈出这个家门一步，反了你！你闹够了吗？你说什么？吴秋，我闹什么了？就连你也不为咱们女儿考虑是吗？行了，不就是钱的事儿吗？我不给安安就是。你的钱不就是我的？咱俩结婚这么多年，钱一直都是你管。你要怎么用？我问我妈，你要不贴给娘家用，我有说过半个不字吗？哎呀，不就是几百块钱吗？你至于这么委屈吗？你就这么穷，咋是想啃老过日子呀？我啃老？你凭自己良心讲，我这么多年花过你们1分钱吗？我是让你们给我买房了，还是让你们给我买车了？妈，好了，过年的吵吵什么呀？那既然我姐夫提到了车，那我就不得不在此宣布一件大喜事儿。儿子，你这是有什么好事瞒着我们呢？什么好事？快说呀！我要买车了。买车好呀！买车好呀！你看看你弟，先是升职，又是买车，你好意思为了几百块钱计较过来计较过去？你就不知道跟你弟弟好好学学？你也不问问，他买车钱从哪儿来？我用得着问吗？我儿子这么有本事，那我真不是爱慕虚荣啊，就是我堂堂一大主任，那没辆车太不像话了吧？所以还是靠大家多多支持。怎么样？我儿子买车，那也是给咱老两口争面子。老婆子，拿钱。这是爸和妈的啊，拿着用。谢谢妈，谢谢爸，这都是一家人，客气啥呀？姐，你。谢谢姐，姐夫到您了。你姐不是已经给过你了？我姐给的那是我姐的，姐夫，你是你。来，我们想买辆20万的车，这不还差18万吗？好，你俩的意思是，这剩下的18万都给你们俩补上。姐夫，我就知道你一定会支持我们。林青，你说咱姐夫大气不？咱们姐夫那当然是天底下最好的姐夫了。少他妈给我戴高帽子！刘墨，你自己到外面街上转转去，有几家没车的？你没本事买车，那只有我这个当弟弟的硬着头皮上来呀！我什么都不买，就只为给咱爸妈争口气。就这你都不支持我？恐怕呀，他就根本没把自己当成这家的一份子啊！你弟弟也是为了给这个家争面子。刘墨，今天我把这话就放这儿，这个钱你必须出。对了，咱们给亲家准备的礼物，你都带上了吗？带了，都带了。这个呀，
是给安安外公外婆的别墅，还有这个呀，送给安安舅舅舅妈一家的大平层，还有这上亿的首饰，这是送给咱们儿媳妇无穷的。还有啊，我让崔厂长提拔安安舅舅的事儿啊，我估计着啊，那个任命书已经都送去了。那就好。我出18万，合着你1分钱都不掏，就叫给这个家挣面子了。我有这个钱，为什么我不给自己买辆车？你一个小小的副组长，你配开车吗？我儿子那可是车间主任。姐夫，我知道你嫉妒我的才干，但是你也不能因为那点嫉妒心，在外人面前丢了面子，不是？啊？刘墨，这日子是不是不想过了？说的没错，咱们分家，从今天开始，各吃各的饭，各挣各的钱，谁也别打扰谁。什么？什么？不行，无名，你说过的啊，这个家的家务永远是这个入赘姐夫负责，他要分家，我就跟你离婚。我跟你说，我不可能当让你们使唤的奴仆。哎呀，我的祖宗哎！这离婚的话怎么能随便乱说呢？哎，你放心啊，这家里的事儿啊，我保证不会让你做的。刘墨，你胆子越来越大了，这个家什么时候轮到你说话了？你是姐夫，不应该照顾弟弟弟媳，长兄为父，你不知道吗？我去他妈的长兄为父！吴兄，你不管管你男人，他现在啊要正反了他。老公，我知道你刚才说的都是气话，你赶紧给他们道个歉，这事儿就这么算了。我给他们道歉？这种男人他就欠打，天天不打上房揭瓦，我看着就惯的了。个丧子心啊！我女儿怎么能嫁给你这种废物？姐夫，我就让你做顿饭，你至于发那么大脾气吗？就是一个红包1000把块钱，真小气。刘墨，弟弟买车，让你帮一帮怎么了？我看你现在翅膀硬了，敢在这个家里指手画脚了。你个外人，生不出儿子孬货，还想送我们家的水，不给你弟弟买车啊！硬住你俩，就别想上桌吃饭，都给我坐下，坐下吃饭，别管他们。不怕，不让我女儿吃饭，那今天这个饭谁也别想吃。我的血！你祖父，大过年的你疯了是不是？等死了你！没错，我确实是疯了。这些年我真的是受够了。我打死你个狗东西！我看你们谁他妈敢过来！刘墨，你消消气，大过年的，你还要闹到什么时候？刘墨，你到底想干什么？我在闹，直到现在你还护着他们。我为了你，我都已经入赘你们家了。这些年我百般忍让，就是为了能够有个和和睦睦的家。可是他们呢，对我一再欺辱，而且你冷眼旁观。也是，你们才是一家人，我和安安就只是外人。好，那我们走。
大过年的，你要带安安去哪里？是啊，我一个外地人，在这里举目无亲的，所以你们无底线的欺负我，就是认定我没地方去，最终还是会回到这个恶心的家，对吗？刘默，你还长脾气了哈？有本事走，就别再回来。刘默，差不多得了啊！爸，你劝他干嘛？好好的一个年被他整成这样，你要真是男人，滚啊！滚！我的小兔子，看球。妈妈，安安没事儿。看爸爸，爸爸给你买个新的。嗯。我们走。你要走你走啊！安安是我们老吴家的人，不许走。一个虾也不给吃，就连红包也不一样。谁愿意当你们老吴家的人？我告诉你，从今天开始，安安姓刘，叫刘安安。哟，这个上门女婿竟然发飙了，居然敢离家出走，哼哼，真是太阳打西边出来了，哼哼。怕不是天没黑都回来了吧？看你往哪儿走？你难道要带着安安走到车站吗？那可是有上百公里。我求你不要做的太绝了。姐，他说要走，你还真信？就是，估计呀，还没到村口，他就乖乖回来啦。丢人现眼的东西！能给我们老吴家当牛做马，是你8辈子修来的福气，你还当兵的上脸了啊！我今儿把话放这儿，你今儿要是不在门口跪上，就永远别想进我们家门。让我儿子跪，好大的口气！爸妈，你呀，哎，儿子，妈刚都看着了，你哄妈说你过得好，你说说你这过的是什么日子呀？你真是劳斯莱斯，老婆，这可得上千万吧？老公，你快看他们俩穿的，全身上下全是限量款名牌，这没个大几万下不来啊！啊？他们是亲家？这俩还父母啊？我女婿家这么有钱？安安，给爷爷抱抱。爸妈，我知道错了。傻孩子，现在还说什么对错呀？爷爷奶奶，你们不会欺负爸爸吧？不会。安安放心，爷爷奶奶会对我们很好很好的。爸妈，我们回家。等等。哎呀，亲家母来了就进屋坐吧啊！亲家母，你怎么打人呢？我让你欺负我儿子，我让你打骂我孙女，你还是人吗你？亲家母，你误会了。是啊，亲家母，你看这都是一点家庭小矛盾，你看谁家还没点小矛盾呢？瞧您还生气了？小矛盾？妈，不要叫我妈！你把我儿子骗到你们家来，就是当猪狗对待的吗？我们老刘家没有你这样的儿媳妇儿。
还有自己的女儿被人欺负，你不管不顾，你简直乱为人母！你们都非常好。那个受气包刘牧，居然还有父母，这俩人一看就有钱人，刘才家这下子可要倒霉了。既然那么有钱了，刘牧为什么还要当上门女婿呢？啊！我就欺负你儿子，打骂你孙女，你能拿我怎么样？你别他妈笑！老子今天要是不让你们从这村爬着出去，老子他妈不姓吴！哎，我滚！老公，儿子干什么呀？亲家一家都是大人物。哎呀，亲家母，是我儿子跟你开玩笑，您别生气啊！哎呀，谁他妈跟他开玩笑了？无名，你要离婚是不是？是老婆，你听我说，无名，你个混账！赶紧给安安奶奶道歉。我跟他道歉？做梦！你要是不道歉，我今天打断你的腿！你干什么呀你？哎，你看这事儿闹的，亲家，你放心啊，我一定给你个说法。老公，你快跟咱爸咱妈解释一下，我弟他就这个脾气。他就这个脾气，吴秋，你对你自己家人未免也太着急了吧？对我跟安安就可以做到无动于衷。老公，你误会了，你们都话什么？他们就是个骗子！什么？骗子！儿子，你说他们都是骗子？老公，你的意思是他们两个难道不是刘牧的父母啊？那俩老东西肯定是他爹娘，我姐知道。之前视频过，他俩确实是安安的爷爷跟奶奶。那你还说人家是骗子？看什么呀？你听儿子好好说呀！儿子，你说他们身上穿的都是假货？衣服是真的，我媳妇不可能认错牌子。没错，货真价实。就他们身上穿的啊，全都是大几万都下不来，一般家庭可穿不起呢。那哎呀，刘牧那个队伍把挣的钱都花他爹娘身上了。说刘牧买的，那车呢？上千万的车呢？租的呗。租的。好你个刘牧，几百块的红包你闹个没完，给你弟弟买个车，你死活不愿意。原来你把钱给这两个老畜生花了。原来你把钱给这两个老畜生花了。刘牧，你把钱都给他们了，你告诉我这不是真的。吴秋，我的钱都是你来管的，是不是真的你自己不清楚？当年我意气用事，入赘到你们家当牛做马，结果还落得个人嫌狗气。你要是能重来，我一定会好好孝顺我自己的爸妈。还不晚。安安，我们一家4口啊，一定会幸福美满。哎，姐，他给你的钱就是全部了吗？他肯定还有好多事瞒着你呢。刘牧，你说过会让我衣食无忧的，原来你一直都有你自己的小算盘。你本可以富贵无人比，差不多得了，我算是看明白了。你喊他们俩来演这一出，不就是想让我们把你请回去吗？请他回家，他做梦吧！他是在门口跪上3天3夜，我不会原谅他的。亮个屁！你这个废物，把自己挣的钱给你爹娘买衣服、租豪车，吃里扒外的狗东西！你还老子缺钱！海景别墅1套，价值4000万，本来打算送给安安外公外婆的。老婆子，他刚才说是多少钱？4000万呢！中心花园大平层1套，价值2000万，本来打算送给舅舅舅妈的。大平层
为求大平层，还是中心花园的大平层老公。2000万。玻璃种翡翠玉镯，价值5000万。5000万。天然黑海珍珠项链，价值3000万。粉色钻戒，价值2000万。总价值1个亿。这是我和安安爷爷精心为我们老刘家儿媳妇挑选的。哎呀，哎呦，我说亲家呀，你说你来就来呗，还带了这么贵重的礼物，多不好意思。就是您这也太客气了。哎呀，谢谢。你们不配，你们不配。哎呀，我说亲家，这么贵重的礼物掉地上多可惜呀！哈，就是，这地上多脏啊！几千万，上亿，安安的爷爷奶奶也太豪横了吧！我的老天爷呀！这泼天的富贵降到有才家，又被他泼出来了。可我还是想不明白，那么有钱人家的儿子，为什么要做个上门女婿？就是啊，怎么？你们还觉得这些东西也是假的？可这，除了这辆劳斯莱斯，我家还有保时捷、赛巴赫、玛莎拉蒂，还有大 G。哦，真的假的？你们别骗我了！把车都给我开过来！你们快看，好多车！哇，这么多好车，我这辈子也没见过啊！哎呀，太好看了吧！这要值多少钱呢？啊？这些都是你的车吗？也是安安的车，以后安安想坐哪辆就坐哪辆。讨厌。对，都是安安的啊。玛莎拉蒂、保时捷、大 G， 还有劳斯莱斯。怎么可能？儿子，这么多车，这得值多少钱？哎呦，我女侠这么有钱啊？那咱们之前怎么都不知道啊？刘墨，你还好意思说我不把你当自家人？你瞒得我好苦啊，以至于我这些年都不能在咱爸咱妈面前尽孝。你还怪上我了？以前我妈打电话叫我们回家，你百般的找理由阻止。但凡你跟我回家一趟，你就明白，其实你是个名副其实的少女。你怎么能入赘我们家呢？我已经说过了，当年我跟爸妈闹矛盾，意气用事，是我被猪油蒙了心。哎呀，你看这话说开了不就好了吗？哎呀，凡事啊都是要多沟通。好女婿，你就别愣在这儿了啊！叫你爸妈进屋坐吧，这外边太冷了。啊，爸妈，咱们进屋坐。我看谁敢进我家门一下试试！哥，你确定是真的吗？哎呀，别给我废话了啊！我都打听清楚了，那个豪车车队就是去你家的。哎，你小子租了这么多豪车装逼，正好我也去练一辆豪车撑门面。你也知道，我要见的呀是众星集团董事长秘书。不是，那车不是我租的，还能是你买的不成？就连南城首富都没有这么豪的车队，就你。等着啊，我马上过来取车。不是，首付都没有，原来真是租的呀！看，我到底看看他要干什么。海景别墅，死
4000万。干嘛啊？可是40万的别墅，你说死了你40什么千万啊？都是假的，骗人的！不信我是吧？你哥刚给我打电话说这些车就是租的，什么都是租的，大平层是吧？我说你还抱着破箱子干嘛呀？这些东西，就算是把你们都卖了，你们也赔不起。哦，是吗？那你看好啊。黑珍珠项链，一眼假，玻璃种是吧？啊，我看那呀就是块破玻璃。爸，走正常的司法程序，叫他们赔。哟，还演呢？你就是在我家门口跪上3天3夜，也别想进我家门。没错，刘墨，没想到你这么爱慕虚荣，我真是瞎了眼才嫁你。弄虚作假，果然呐，能生出你这种废物儿子啊，只有你这对混账父母。我爸妈是什么样子，你们永远也仰望不到。哦，那你说，你爸是什么样的人？我爸是兴盛集团。你竟然敢打我儿子！你干嘛呀你？妈，你混蛋！你个老东西！爸，你现在才说你爸是什么？兴盛集团，你小子真能骗啊！你不能动我儿子！村长，村里来骗子了，办呐？那就打，能打多狠打多狠。哎，村长都发话了，大伙愣着干嘛呢？干死他们！找死！住手！哎呦，村长，崔厂长，你还亲自过来给我送任命书，这大过年的，感谢。哪个崔厂长？当然是种姓建材的崔厂长了，亲自来给我儿子送任命书的。对，无名已经是车间主任了。村里来了这么大的人物，都没人通知我吗？这多影响村里的形象！快挡住！快！多谢。哟，我就说我这左眼怎么一直跳呢？原来是崔厂长大驾光临，欢迎！崔厂长，崔厂长，您这是？他们这是在干什么？没听到村长说的话吗？赶紧把手里的家伙事放下，一点眼力劲都没有。崔厂长，我们村的小青年多数在贵公司上班，为我们吴家村解决了很大的就业问题，又为无名升职加薪。我这个做村长的，以后都不知道怎么感谢你呀！来，我问你，他们刚才干什么？没干什么呀，就发生了一点小矛盾。崔厂长，真不是我们吴家村欺负人，是咱们村来了骗子。骗子对呀，崔厂长，2个不是3个骗子。你是没看你刚才有多狂妄啊，这才引起了众怒。哎，对，我们村的人一直是遵纪守法，而且我们村还被评上文明村呢。只是他们3个人太可恶。崔厂长你好，我哥是交易署副主事林文斌。你就是邻居的妹妹。要是被董事长遇见了骗子，影响肯定不好。大年30请去，这也太嚣张了。既然被我遇到了，那我就不能不管，看我怎么处理他。你们说，骗子在哪里？在那呢。
崔勇，我在这里，你要怎么处理我？崔厂长，就是那3个人租了1队的豪车行骗。呀，是啊，下了这么大的血本，肯定图谋不小。敢跑到我们吴家村招摇撞骗，简直是胆大包天！崔厂长必须重罚，才能阻止他们做更大的恶。今天我一定要大义灭亲！3个骗子，图谋不轨，你找天！必须重罚！大义灭亲！崔厂长，他们3个才是骗子，你怎么能打我们呢？还说他们是骗子？就是骗子，难不成你想包庇他们？那我可得好好跟我哥说，就算你是重金建材的厂长，也落不到好。你可知道他们是谁？哎呦，崔厂长，刚才不都跟您说了吗？他们3个就是骗子，你怎么还不信呢？混账！董事长，您受苦了。什么？什么？董事长？董事长？崔厂长喊他董事长？难道他是众鑫集团董事长？我们竟然把他当成了骗子！完了完了！哎，村长，那咱可咋办？刘董事长，我就说我这老眼怎么一直老跳？难不成说是村里降了个大财神，原来是您大驾光临呀？哼，怎么，我们不是骗子了？啊，你看这事闹的，哎呦！刘牧这孩子啊，我第一眼看到的时就觉得他不是凡人，果不其然是真龙天子。刘牧，你说这些年在吴家村，我们对你好不好啊？你对我可太好，好到我每次受他们欺辱时，你都会第一时间带着全村老少过来看热闹。刘牧啊，这得饶人处且饶人啊！从你们身上我学到了一点：人善被人欺，马善被人骑。你们要为你们今天的所作所为都付出代价。都是因为你们！对，就是你们一家子祸害，你们要负全责！怎么办啊？怎么办呀？这什么怎么办？去呀，道歉！去呀！我好女婿，你就别生气了，妈给你道歉啊。刘牧，爸一直知道你是一个懂事的好孩子，是吧？要不咱这事儿就算了。姐夫，我知道你是天底下最好的姐夫，肯定也不忍心看我们受罚的，是不？在你们眼里，我不一直都是那个最没用的废物？在你们眼里，我不一直都是那个最没用的废物？怎么还变成好女婿了？还妄想我给你们出力又出钱，这样的好姐夫狗都不稀罕。刘牧，你就别说气话了啊！你是看着我们死是不是？我去呀！丫头，这刘牧最听你的话，快去说说。去呀！到妈妈这儿来。女儿竟然害怕自己的妈妈，我这还是头一次遇到，可见你平时是怎样对待我孙女的。妈，老公，崔厂长，我不知道你为什么喊他董事长，但我可以明确的告诉你，我公公婆婆他们就是山窝窝里的老农民。没错，他们就是山窝窝里的老农民。之前还给我们家寄过一些什么山货，全被我扔了喂狗了。怎么可能是董事长？崔厂长，你一定认错人了。认错人？哎呀，没错，你肯定是认错人了。他们呀，就是山窝窝里出来的，不像咱们大平原，他们穷，连温饱都成问题，所以他刘牧才入赘到我们家呀。对，这一点我可以作证。
哪有董事长儿子入赘到别人家的道理？这说破天也没人信的呀！崔厂长，你肯定是被他们骗了。他还有点笑，知不知道坦白从宽的道理？我看你是不见棺材不掉泪啊！姐，拆穿他们。刘牧，原本我以为你只是没本事，但做人还是不错的。可今天我算是看明白了，你竟然想骗过所有人！你让安安怎么想？为了安安，你别怪我不顾夫妻之情。在你心里还有夫妻情分吗？那我问你，你的父母是不是住在山上？是。那我再问你，安安的爷爷是不是经常干农活？没错。往年寄来的山货是不是他们亲手种的？对。那你还有什么好说的？我早不都说了吗？这有钱人家的孩子怎么可能入赘啊？这刘牧一直是个受气包，突然间父母出现，还跟着豪车车队，这根本就不正常嘛！在崔厂长面前还敢装模作样，这不就露馅了吗？骗呢！你倒是接着骗呢！承认了算怎么回事？在崔厂长面前，他敢吗？你妈说的没错，废物永远是废物，烂泥扶不上墙的玩意儿。刘牧，你太让我失望。你们别急着高兴，还有你，也别失望的太早。我姐三言两语把你家老底揭穿了，怎么？你还有话要说？我们家是住在山上，但是那座山叫玉泉山。什么？省城那座玉泉山？我听说玉泉山上住的都是非富即贵的大人物啊！哎，对对对，那座山上全是别墅，最便宜也得上亿啊！刘牧，你还不死心吗？山顶别墅是我家，至于我爸喜欢干农活，那是他闲来无事经营的后花园。啊，这是真是，看清楚了吗？这就是你认为的山窝。无穷，你告诉我，还失望吗？我爸寄来的是人参、灵芝和鹿茸，你却认为是萝卜干、黑木耳和野树根。你喂狗的那些山货都够你买10辆车。那你妈给我的那些瓶瓶罐罐，那是比黄金还珍贵的保健品，关键时候甚至能救命。然而，被你拌了泔水，喂了猪。那些没有商标的化妆品呢？那是世界顶级皮肤专家研制的限量款护肤品，有钱也买不到。你俩倒是大方，丢给吴小俊当颜料涂鸦了。姐，你怎么回事啊你？你怎么连自己老公家里情况都不清楚呢？你行啊你！嫁给董事长的儿子，这多大的福分！这不懂得珍惜，不是眼瞎，而是心瞎。你们全家都是瞎的。对，我是瞎。听着母，就可怜我这个睁眼瞎的老太婆吧，就不要再追究什么责任了，好吗？当我听说刘牧找了个女朋友，我和他爸从来都没有想过你们的出身。哪怕刘牧愿意入赘你们家，我们也都没有说半个不字儿。心想着只要2个孩子好，我们怎么样都无所谓了。可是你们怎么做的？嫌贫爱富，把我儿子当牲口一样的使唤，处处为难他，竟然连自己的外孙女你也视为累赘。我真是后悔当初没有强行阻止你们结婚。第一次见面，我和安安的奶奶精心给你们准备了礼物，却没想到你们竟是这样恶毒的人。可不是吗？是长这么体吧？我看这份人没有说。不要！现在董事长他们去医院检查，我们不要放弃，这帮人一定严惩不贷，一个都不放过。
敢欺负我妹妹一下，崔勇，你好大的威风！哥，你终于来了。别哭，有什么事儿哥给你做主。哥，你再晚来一会儿，你就得到牢里去见我们了。牢里？他崔勇还没这么大的权利。小军大舅啊，那个人是众星集团的董事长，咱们都惹不起。是啊，都是大人物，还请你帮我们说说情啊。众星集团董事长也只有林主事这样档次的人才能说上话。董事长，这位是南城交易署的副主事林文斌。那位就是你迫切想见到的刘总。可是你妹妹这一家实在是不像话，毁坏他人财物，价值高达上亿，甚至还伙同村民动用粗暴手段，给刘董一家造成极大的伤害。你这个当哥哥的，是不是得先给个说法？依你的意思是叫我妹妹一家赔偿损失啊，还是让他们坐牢啊？那就得看审判结果了。审判？哎呦，算个什么东西！恶面还要徇私枉法，法不法的，可不是你个破厂长能说了算的。崔厂长，没事，董事长是我办事不力，不怪你，会让他们知道什么是后果的。哦，老婆，咱大舅哥真没有啊？还得是小军大舅，那么大个厂长，说打就打，一点都不含糊。就连众星集团的董事长都不放在眼里。会不会越闹越大呀？有我哥在，能闹多大呀？我哥那可是人人敬畏的林主事，这生意做的再大有什么用呀？那在林主事面前，屁都不是。住嘴！众星集团放在国际上也是龙头企业，别说是他们董事长，就是他们董事长秘书，我也是约了好几次，才在今天见。哥，那你说你是众星集团董事长？没错，我是。敢在我面前装，真找死！爸，我冻死你！这你个小小的废物赘婿，给我叫什么？林文斌，你竟然敢打我儿子，你会后悔的，我怕你！威胁我臭娘们，谁给你的胆子？刘文斌，他们犯蠢，你也得作死。林主事亲口说过，众星集团的董事长是惹不起的大人物，他们还敢动手打他？你快让晴晴劝一劝他呀！劝什么劝？我大舅哥这么做就有他的原因。你个小小的废物赘婿，还想冒充众星集团的少东家，多一点春秋大梦去吧！哥，一开始我们也不相信，但是崔厂长叫他董事长。如果是今天之前，我或许就被崔勇给骗了。但就在刚才，我见到了众星集团的董事长秘书徐念雷，有幸得知刘董的去向。崔勇，你伙同他人假冒刘董，是何居心？假冒刘董？林文斌，开什么玩笑？崔勇，到现在你还死鸭子嘴硬是吧？我去让你心服口服。你不是说你是刘董的儿子吗？那你可知道，刘董的儿子早在8年前就已经不在国内。刘董膝下只有义子，为了培养合格的继承人，将其送出国深造。这在上层圈子里根本就不是什么秘密。那么你又是从哪个石头缝里蹦出来的鬼东西？崔勇，刘董爱子出国一事，你又不是不知道。我是有耳闻，可是没什么可是的。就在刚才，徐念雷徐大秘书亲口给我说，刘董及其夫人去探望儿子去，而他们的儿子远在国外，在这个落魄的吴家村，又怎会出现另一个刘董？假的，他们是假的，果然还是骗子。幸好林主事来了，否则我们都被当猴耍了。这个刘牧真不是东西。那你又算哪门子董事长？我就说嘛，我这问那位姐夫怎么可能是众星集团的少董？果然不出我所料。屎壳郎争知了，妄想一步登天。我看你呀，是不知道自己姓啥啦。都是姓刘的，人家那是真龙，你呀，猪狗贱命。就是，你冒充谁不好，非要冒充刘董的儿子。哼，知不知道你惹下多大的祸事？没错，他们闯了大祸，不但他们要遭殃，就连你们也脱不了干系。哥，为什么呀？哥，跟我们没关系啊。他不是你们家赘婿吗？哎呦，看看你找的男人啊，我们全家被他害死了。这怎么办呀？哥，快想想办法嘛。办法也不是没有，离婚就是了。对呀，这要我姐跟他离婚，那就撇清关系了嘛。
对，就这样，赶紧离啊！姐，赶紧签，快点！哎呀，快签呐！签呀！哎，什么时候了，你还在这犹犹豫豫的？我自己来。小许，你快带人过来。安安归你，只要你把离婚协议签了，就那辆破电瓶车也是你的。你还想怎么样？钱你是一分也不可能拿到。钱？还想分钱呢？你死条心吧！想什么呢你？就是那个赔钱后给你都不错了，你怎么还好意思要钱呢呀？赶紧签啊，要不然老子他妈打到你！你们要是敢伤害我爸妈和安安，谁也别想如愿。刘墨，你还想死缠烂打，让我更加厌恶你吗？当牛做马习惯了，你都不给自己留下那点可怜的自尊吗？夫妻本是同林鸟，大难临头各自飞，是吧？好，我签。莫琼，你自由。我也终于解脱了，而你很快就要后悔。姐，他真签了，该不会耍滑头吧？他敢打断他的腿，我还真签了，算你识相啊！你放心，没有你，我会过得更好。那我们就拭目以待。爸妈，我们走。站住！谁叫你们走了？你还想干什么？现在你们打也打了，骂也骂了，离婚协议也签了，还不让人走了是吗？哥，你留着这一家子扫把星干嘛呀？就是留着过完年呀。哎呀，小俊他大舅，赶快让他们走吧！我现在多看一眼呢，我就觉得恶心。走了好，走了干净啊！省得众星集团的董事长来了，他们在这儿影响我们。你们懂什么？他们可是大有价值的。你什么意思啊？你想不想升职？我本来都是主任，这不没了吗？就破主任而已，我保你一个区域经理。你想不想吴家村成为江南第一？想，做梦都想，你们说是不是？而我也能再婚前程，光耀完美。这一切只要拿下他们，就是在刘董面前邀功。各位，还不赶紧动手，把他们带进村委会！走！你们干什么？你们好大的胆子！放开我！哎，放开我！放开我们！你们会后悔的！真是穷山恶水出刁民，也要付出代价的。徐水，还敢大言不惭，简直找死！给我打！放开我！放开我！你会后悔的，你！住手！你们这是在找死！住手！你们这是在找死！这谁呀？许秘书，您怎么来了？你说呢？许秘书，你也知道有人冒充刘董一家了？就是他们！这几个狗东西简直是胆大包天！我已经联合村民把他们抓住了，正要押送到您跟前呢。对，林主管都发话了，我们一听事关众星集团，我们毫不犹豫，全村都出动了。哎呀，许秘书是吧？这些人十恶不赦，一定要严惩。对，让他们牢底坐穿。刘木，赶紧带你的爷爹娘下跪！对，这个刘木现在跟我们家是一点关系都没有。刘墨，你赶紧跟许秘书说，我们已经离婚了。你们，许秘书，我们这就……董事长，董事长好。什么？董事长、夫人、大少爷，是我来晚了。没晚，你来的刚刚好。
吴秋，你看到了？怎么会这样？哥，这怎么回事啊？是啊，哥，为什么许妹叫他大少爷？他明明就是吴秋的废物老公啊！老头子，这咋办呀？林文斌，你说董事长是冒充的？徐秘书，您不是说刘董和夫人去国外看儿子了吗？这是……董事长和夫人不就是来看大少爷的吗？可邵董不是在国外进修吗？当初邵董的确是要出国，不过却是因为他，大少爷放弃一切，宁愿入赘，却被他和他的家人联合排挤。无穷，你们可知罪？林文斌，我会以事实告知世上，因为你的恶行，众星集团对城南的投资一事，我们会重新考量。我们会不会把众星集团得罪死了？那是肯定了，我们答应好几次了，我们完蛋了。村长，你不能不管我们啊！村长，你叫我怎么办啊？叶女士，你快起来呀，我们还得靠着你呀！你要走了，我们就完了呀，哥！穷山恶水出刁民，你们吴家村没个好东西。哥，滚！我没杀你的妹妹，毒心气说的就是你这种人。刘董，您大人有大量，我都是受他们蛊惑呀。据我所知，是你拦着不让走，甚至把董氏一家当做你往上爬的工具。刘木，你还记得吗？我请你吃过饭呢，咱们可是亲戚啊，刘木。你这么一说，我倒是想起来了，我记得是去年，林青让我给你们家送年货，你们单元楼的电梯坏了，100多斤的麻袋我背到了20，天都黑了，我的电瓶车也没电了，你就1碗泡面把我打发回家了，真谢谢你请我吃饭。老子铁饭碗，怕你们个球啊！一个个的给我叫什么？操！怎么不服气呀？事情的起因是因为无名一家，还有你们这吴家村的人从中使坏。我跟我刘斌有什么关系啊？最多我就是热情了些，错了你们这群正义混蛋！你说的是人话吗？要不是你强行拦人，我们早都回家过年了。这会儿你倒是撇个干净。欺负我没文化是吧？你个烂人，活给你下开！小军他大舅，咱话可不能这么说呀。我们这行了，什么大舅啊？我们家就没有这样的坏亲戚。乡亲们，可得把他抓住了。他要是跑了，咱们大家伙可都完蛋了。糟了，送橘子！来，你们呢最好给我放点血。来，朝着打，打得越惨越好。说不定我看到了，我还能因祸得福呢。来呀，打呀，朝着打！难道拿他就没办法了吗？谁叫人家是吃公粮的呢？来电话，来，你们动手啊！也好叫我听听，一个个只会狗叫的废物。喂，林文斌，经查你涉嫌多起经济犯罪，我命令你现在过来自首，否则后果将更加严重。喂，什么？喂，完了，彻底完了！完了，彻底完了！经济犯，快去自首吧！原来还是个犯罪分子，我呸！刘总，你也看到了啊，罪魁祸首即将伏法，真是大快人心呐！哎呀，亲家母，这事儿都完了，咱们回家过年吧啊！刘某，咱村其实也没啥坏人。我刚刚听说众星集团要把我们吴家村打造成江南第一村，问问你爸爸是不是有这个事儿？你想什么呢？哎，之前不知道你们家的情况吗？可能中间有一丁点误会吧。这不是今天都说开了吗？你身为我们吴家村的一份子，怎么说也得为家乡建设
出一把力吧。啊，对，你家都这么有钱了，帮崔子脱贫致富，不是应该的吗？难道你要忘本？不能够啊！你们把小刘想成什么人了？咱们小刘可是非常热心的，建设村子绝不含糊。小刘，你说是吧？笑了，说明过去了。我就说刘牧不是那种心胸狭窄之人嘛。行了，大家都回吧，为明年开春咱们村大建设做准备。我看谁敢走。这时候也不早了，这大家也都饿了，该回去了。打人的事儿就被你这么轻飘飘的接过去了，反倒给我扣上一顶大帽子，道德绑架我帮你们建设村子，你倒是打得一手好算盘。这什么叫打人呀？没那么严重，你没听说过法不责众吗？法不责众。哼，我只知道今天动手打人的，这个年就别想在家里好好过了。如果我爸妈伤到了哪里，该负的刑事责任，你们谁也逃不掉。啥意思？要拘留吗？不行不行，这大过年的，我不想在班房里过呀。听说要留案底，影响3代呢。刘牧，你就别开玩笑了。这大过年的，我年龄这么大了，经不住吓。看你们伤的也不是很严重嘛，何必斤斤计较？就是，我就用手指头轻轻戳一下，难道还能戳成血窟窿不行？你可不要小题大做呀！你们都是有钱人，为什么非要为难我们这穷苦百姓呢？这是让别人看到了，对你们影响多不好啊！怎么，我们有钱就活该被打吗？你是不是要揪着我们不放？哎呀，我们都已经够穷的了，还要被你们这些有钱人欺诈，真是要活活逼死我们呀！我的老天爷呀，谁来给我们道道理呀？哎呀，好了好了好了，叫什么叫？不知道我姐夫最喜欢吵架吗？我告诉你们啊，如果今天我姐、叔叔、阿奇真受了什么伤，你们一个也别想好过。无名，你什么意思啊？大家都是为了你啊！咋的？我把刀架你们脖子上，让你们打我姐夫、叔叔、阿姨了。下这么重的手，你们真黑心啊！你的良心就被狗吃了吗？只有我姐夫原谅了我们一家人，你们才能不被牵连。姐夫，我错了，你原谅我这一回吧。啊！你怎么打自己呢？你姐夫又不是小气的人，肯定会原谅咱们的啊！对对对，哎呀，我的好姐夫最大气了啊！对对对，哎呀，我的好姐夫最大气了啊！你们除了动手打人之外，还多了毁坏财物，数额高达1个亿。徐秘书，告诉他们后果有多严重。有钱赔钱，没钱下半生在牢里。啊！哎呀，黄女婿，这大过年的，就别说什么坐不坐牢的，不吉利啊！是啊，咱们都是一家人，这一家人谈钱，我见过也不是。谁跟你们是一家人？老公，难道你不要我了？吴秋，是你自己主动签的离婚协议。老公，1个亿，怎么办呢？咱们就是赔8辈子都赔不起啊！姐夫，你真要这么绝情吗？谁是你姐夫？麻烦你认清楚自己的身份。这就完了。崔勇，配合小许做好后续工作。董事长，你放心。亲家母，你知道错了，你就原谅我们吧啊！奶奶，求求你了。老公，我想好了，
咱们以后都不来这个家了，我们一起照顾咱爸咱妈，你说好不好？你不觉得晚了吗？不晚不晚，不为别的，你也得为安安考虑啊！没有妈妈，安安多可怜啊！奶奶，我们回家吧。好，奶奶带你回家啊。亲家，爸妈，我知道错了。咱不说那些不高兴的事儿了，咱们现在啊，一家4口回家过个团圆年。就是，我们要回家过年了啊！回家过年。好，咱们回家过年。回家过年。